我意外觉醒了神级天赋无限抽取，任何历史上的阴魂都可以为我所用。而在武魂附体的状态下，我拥有着武将的一切能力。与凤仙何在？随我上阵杀敌。2023年的愚人节那天，世界产生了异变，天空出现了无数传送门和怪兽，而这也导致了全球1半以上的人口死亡。可也就从这一刻开始，不断有人类发掘出了进化的秘密，并觉醒出了强大的力量。他们甩开了艺人明星，成为了时代的焦点。2年过后，国家更是创造出了能够辅助普通人觉醒的通道。从小便渴望力量的我，则是成为了第2批参与觉醒测试的人。不仅是我，妹妹也一同来到了觉醒基地。很快，她便先我一步进入了觉醒通道。在众人的注视下，大屏上很快便出现了结果。只见她竟然同时具备了11种天赋，而其中最强大的竟然是传说中的神级天赋圣女。最强潜力股出现了。此消息一出，现场顿时哗然。而妹妹则是在第一时间就被一众经纪人包围了起来。好在有着从小收留我们的工会大叔替她拦下了重责。很快，作为他亲哥哥的我也轮到了觉醒。只见觉醒通道的尽头有着一块巨大的水晶球，我一眼便认了出来，这乃是传说中的奥丁之眼。随着我将双手放在了水晶球上，顿时金光乍现。很快，在外面的众人就看到了结果。不过结果显然很不如意，我最强大的天赋竟然只是沟通。在得知结果后的我如遭雷击，仿佛3魂丢了7魄一般。接下来的数天里，我整日与酒作伴，颓废无比。但很快一切都迎来了转变。这天我一如既往的喝得酩酊大醉回到了家，但我惊讶的发现我的家里竟然有着一位浑身散发着金光的少女。见此情形，我大声质问着她是谁，可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倒是朝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并自说自话的表示她此次前来是来送我的。闻言的我顿时懵了，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但是谁曾想下一刻她就窜到了我的面前。只见她的手中出现了一道金光，并直朝我的脑袋按了过来，随即一股强大的力量便从我的体内不断涌出。半晌过后，我一身酒全醒了，看着现场的一片狼藉，我不断四处张望了起来，但此时少女的身影彻底消失了。眼见找寻无果，我打开了自己的状态栏查看了起来。只见除了我那先前3道垃圾技能外，竟然出现了一个叫抽情报的全新天赋。随着我尝试性的点击了这个新技能，只见一个扭蛋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霎时间一枚泛着金光的扭蛋被它吐了出来。随着扭蛋被打开，系统播报突然响起：2024年4月第2周的双色球号码如下。对此将信将疑的我再次点向了抽奖，毕竟每次获取信息仅只需要1魂力罢了，而我的魂力一天足以让我获取7次。紧接着我接连抽了6次，虽然奖励不是很好，但是我确定了一点，那就是使用抽情报技能可以获得未来的信息。接连的飞球让我不抱希望的点下了今天最后一次抽奖，但谁曾想这次竟然掉下了一枚散发着钻石光泽的顷刻间强大的能量冲天而起，恭喜宿主获得超稀有情报，明日57分关月山附近将出现新的保护地宫，具体坐标如下。闻言的我顿时大喜，因为整个世界上只有这2处宝藏地宫，分别是外国的龙之巢以及 Z 国的熊猫森林。像这样的地宫中存在着传说中的道具，外国的强者获得了王者之剑，而我们 Z 国的强者则是获得了传说中的青龙偃月刀。但想要获得这类传说级的装备，却是需要通过地宫内的考验，但这可难不住我。第2天一早，我便早赶到了目的地，很快时钟就跳转到了情报内记录的时间，而地宫的大门果真打开了。随着我伸手触碰到了传说法阵，一股强大的吸力便将我吸了进去。只见7位散发着强大神力的小矮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而我这次的考核竟然是打格斗游戏。这7位矮人之神十分喜欢凡间的这些游戏，他们自认为打遍异界无敌手呢，但他们殊不知我乃是蝉联5年翻斗花园格斗游戏的冠军。在简单熟悉案件后，我便斗志满满的与一众矮人们战斗了起来。半个小时之后，7位宗师无一不是怀疑起了人生，打遍异世界无敌手的他们竟然被我满血完虐了。不服气的一众矮人再次向我发出了挑战：人类，如果你还能击败我们，我们会给你比原本更加丰厚的奖励。闻言的我顿时好奇了起来，难道奖励不止一个？那群蜥蜴和熊说他们从仓库的犄角旮旯里随便找了个东西扔给了你们，我们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的，但是如果你再次打败了我们，我们就亲自给你打造属于你的神器。闻言的我大吃一惊，他们口中的蜥蜴以及熊应该就是外国的巨龙以及 Z 国的熊猫。这场比试我接了，又是半个小时，一众矮人宗师们再次全员落败，而他们也是信守承诺，为我谋划起了打造专属武器的过程。首先是一位长发老者在我面前坐了下来，一旁的大胡子看我满脸疑惑，随即就解释道：他有着预知未来的能力，我让他先看看你未来的战斗方式，然后再为你量身定做一把完美契合你的装备。一炷香过后，只见长发老者伸着懒腰站了起来。人类，你未来的战斗方式很有趣嘛，赶快升级吧，那时候的你会很强。紧接着一连7位矮人宗师便朝着锻造房走去。见此情形，我也想跟上去，但却在门口被大胡子拦了下来，里面温度太高了，一进去就会被融化的。言罢，他便关上了房门。而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2天半的时间。只见老者们一脸疲惫地从房间内走出，并向我抛来了一枚名叫万兵之王的手环。眼见我戴上了手环，大胡子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头上，而我就这么被赶出了地宫。在抱怨着老者下手太狠的同时，我打开了手环的属性面板，惊讶地发现它的效果竟是可以变换出任何武器形态，并且不可被损坏。对此我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工会。由于地宫的关系，时间只过去了1分钟。现在赶回工会的我刚好碰上了正打算出门执行任务的大叔。由于想测试一番万兵之王，我主动提出了想要一同进入的请求。考虑到此次有着 A 级猎人拽哥带队，并且此次任务难度不大，随即他便同意了我的加入。
在大叔简单的介绍和嘱托了一番后，众人一同踏入了任务的传送阵。刚进入到秘境，我们就遭遇到了蜥蜴人的袭击，好在有着 A 级猎人拽哥的出手，只是一瞬蜥蜴人便失去了战斗力。紧接着他又叫来了我妹妹进行补刀，考虑到补刀可以获得高额经验，妹妹在斟酌了片刻后朝拽哥鞠了一躬，随后一刀猛地刺下，结果了蜥蜴人的生命。紧接着后面一系列怪物都被拽哥以同样的方式吩咐妹妹解决了，而这也引起了其余队友的不满。看来你们有些误会了，我本来也没打算讲究公平，舒云可是觉醒了神级天赋的天才，像你们这些废物怎么配与他抢经验呢？还有我记得大叔也说过吧，加入秘境后需要服从我的命令。看着面前主动冲向兽群的拽哥，我不由得泛起了迷惑，他从来不会主动出手，更别说考虑工会的未来了。可来不及我多想，一众怪物便都被拽哥给杀光了。片刻后，我们便来到了此次任务的最终关卡。只见一只巨大无比的红色蜥蜴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可这地级秘境的领主对于 A 级猎人还是太过孱弱了，很快他也如同之前的那些小怪一般失去了战斗力。见此情形，众人都争执起了这最后一次的补刀权，毕竟这次任务只有我的妹妹获得了经验，其余众人可谓毫无收获。但谁曾想下一刻拽哥突然暴起，一剑刺死了在场唯一的一位 B 级猎人，紧接着他仿佛疯了一般不断屠杀着队友，最终只留下了我和妹妹。正当我们对此疑惑之际，死去队友的生命之力突然都被剥离了出来，随即全部都汇集到了拽哥体内。看着激进癫狂的拽哥，我赶忙便对他施展了观察术，但令我震惊的是，此刻的他竟然多了几项技能，分别是反社会者和掠夺尸体。见状，我赶忙大声呵斥起了他：“你竟然是红名玩家，上次损失的队友也是你的杰作吧？”闻言的拽哥不怒反笑：“是又怎么样？反正你们都要死了。”我本来不着急暴露的，但是看到舒允觉醒后，我实在忍不住了。他那不可思议的天赋，现在又被我养这么肥，如果把他宰了吸收掉，我会变得有多强呢？所以说，你们赶快去死吧！言罢，他举起宝剑，狠狠地朝我们斩了过来。但谁曾想，我依靠着万兵之王幻化的宝剑，竟挡住了这一击。与此同时，舒允也主动加入了战斗，一个旋风踢狠狠地便朝着拽哥踢去，但怎奈何实力差距太大，拽哥后发先至，一脚将妹妹便踹飞了出去。见此情形，我赶忙跑到了妹妹身边，眼见步步逼近火力全开的拽哥，我不由得再次开启了观察技能，而这刚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妹妹头上，只见她有着一招可以改变战局的技能，名叫绝对防御。此刻我也顾不得暴露，赶忙便吩咐妹妹使用起了这全新的技能。只见随着妹妹手中汇集能量，一道异能屏障迅速张开，而妹妹竟然依靠这一招挡住了极猎人的全力一击。与此同时，我也是赶到了濒死的蜥蜴领主面前，打算给予他最后一击。见此情形，拽哥再度暴走，不断轰击着屏障，介于实力太过于悬殊，屏障还是在片刻后破碎了开来。好在我及时的在拽哥抓到我之前终结了领主，霎时间一道金光从空中洒落，而沐浴金光的我则是呆愣在了原地。一旁见状的拽哥顿时大笑了起来，干掉领主可不代表马上就能逃出秘境，正常是要经过10到30分钟才能离开的，而这段时间足够我杀你们100次。但他殊不知我震惊是因为我面前有着另一番景象，矮人大叔果真没骗我，随着我达到了2级，我成功解锁了异能的真正用法——抽缘分。我可以召唤历史中任意一位阴魂附身，并且获得他全部的力量。看着漫天飞舞的卡牌，我挑选了其中一张，一把摘下，霎时间卡牌中一股强大到变态的力量向我体内涌入，而外界的我亦是如此。强大的力量仅是外泄了一丝，便让拽哥难堪重负。看着被力量不断缠绕的我，拽哥也是清楚，要是再不打断我，那可就真完蛋了。下一刻，只见他拔地而起，手持双刃从空中猛地刺下，但谁曾想一柄方天画戟挡住了这道攻击。随着我手腕一抖，拽哥顷刻间便被甩飞了出去。随着能量缓缓散去，一具巨大的武魂虚影浮现在了我的背后。吕奉先何在？随我斩敌将首级！我能够召唤历史上的阴魂为我而战，在武魂附体的战斗下，我更是可以拥有武将的一切能力。眼前这个不知情的 A 级杀手还在不断对我叫嚣着，但我却只是冷漠地回了他一道眼神。感受到轻视的男子突然暴起，以破空的速度迅速朝我冲了过来。但谁曾想，即使男子都刺到我面前了，我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正当男子以为得手了的时候，我手中的方天画戟却自动挥舞了起来，仅是一击便将男子击飞了出去。吕奉先，随我斩了他！言罢，我的身形直接闪到了男子身前，紧接着手中的方天画戟猛然斩出。只见刚才还不可一世的 A 级杀手就这么被我轻易的解决了。能以这种压倒性优势斩杀 A 级猎人，这已经完全超越了 S 级猎人的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我拥有着与全世界只有9位 SS 级的高手们相媲美的实力。但此刻不容我多想，毕竟我唯一的亲妹妹此刻正身受重伤。我赶忙便收起了武器，来到了妹妹身边。看起来应该是过度透支灵气所导致的，不严重，主公别慌。闻言的我朝声源望去，顿时大惊，只见一个迷你版的吕布竟然腾飞在了我的身旁，而他不同于历史里的那般暴怒，反倒是十分恭敬地介绍起了自己。在安抚好我的情绪后，他又开始为我妹妹分析起了伤情，而我则是在他的指引下不断朝着妹妹的命门穴灌注着灵力，直到他在看到我妹妹在没有生命威胁后才向我告知。随即系统传来了提示，由于您使无上的存在成功附身到了身上，您将获得对方的一部分能力值。下一刻，我浑身的数值都不断飙升了起来，更是学会了全新的技能苍龙步。而在传送门外的大叔也是逐渐焦急了起来，因为我们进去的太久了。果不其然，随着传送门再次反应，只有我抱着昏迷的妹妹走了出来。见状，大叔赶忙让一旁的工作人员呼叫起了救护车。在把我妹妹送到医院后，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我，询问起了秘境内发生了些什么。而我则是掏出了辅助员的任务记录仪，上面清楚地记录了 A 级猎人的叛变，
以及对众人的屠杀。不过内容也在辅助员死去后便结束了。见此情形的大叔顿时自责了起来，足足沉默了半晌过后，大叔才询问起了我和妹妹是如何逃出来。虽然我和妹妹这些年能活下来全靠这大叔收留，但是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选择了隐瞒。我把一切责任都怪到了任务的 boss 身上。蜥蜴领主在濒死时发生了变异，成功偷袭到了杀手的要害，即使杀手再次将其斩杀，但是还是无济于事了。在解决完大叔这边的事情后，我先是到医院内看望了一番还在恢复的妹妹，随后才回到家倒腾起了这个奇怪的系统。只见在抽源分下有着一个小箭头，伴随着我将其点开，只见系统延伸出了一个奇怪的情报栏目，名叫精准抽取。随着我点开了其中的一个文件夹，大量的卡牌从中飞出，一一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在我一阵查看过后，惊讶地发现这里有着至今为止我遇到过所有觉醒者的照片，就连之前的吕布奉先也赫然陈列其中。不仅如此，还有着之前秘境内遇到的矮人之神，但奇怪的是，明明是7人组的矮人之神，此刻的我文件夹内只有着2位。在我整理了全部的情况后，终于想清楚了一切。原来记录的真正方式是名字，只要被我知道名字的人都会被登记，而我只需要付出相对应的魔力就可以将目标再次召唤，并且我还能够拥有目标的技能和天赋。可我此时的魔力值还是太过低了，如果想要尽快提升，那我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升级。很快时间便来到了第2天，我迫不及待的便开始了今天的抽缘分。下一刻，整片天空之中都浮现着卡片，这一次没等我选，一张卡片竟然主动从空中飘落到了我的手中。但谁曾想，随着我查看起了属性面板，比我还差的属性顿时让我傻了眼。而此人正是三国时期将蜀国挥霍掉的2代皇帝刘禅，而他的技能居然是幸运。我抽到了刘禅成为我的武魂，他不像之前所召唤的吕奉先一般拥有着强大的战力，可刘禅的数值竟然比我还差。但每个阴魂都有着他专属的功能或者战绩，而刘禅专属的能力便是强运，因为他的运气已经不能用好运来形容了。在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中，他即使被曹操的大军所包围，却依旧活了下来。紧接着，即使他毫无帝王资质，却因为太子的身份成为了蜀国的储君，甚至在亡国之后，他还能在其他的国家逍遥快活。有了他的解释，我顿时搞清楚了状况，随即我赶忙便动用抽情报的技能召唤出了扭蛋机。下一刻，一枚黄金胶囊赫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霎时间我看向刘禅的眼神发生了720度大拐弯。随着胶囊落地，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出现在了我的面前：2023年7月30日将出现一座地宫，其内部可获得技能10亿颗，坐标如下。闻言的我顿时大喜，因为按照现在的市价，1颗技能10足以卖出天价。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也没有再抽情报，而是与刘禅闲聊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会对我表达如此善意呢？难道不是我打扰了您的休息吗？闻言的刘禅赶忙解释道：不是这样的，朕可是非常感谢公子的。而这句话我也曾在吕布的口中听过一次，在我召唤你们之前，你们不都应该在冥界或天界之类的地方待着吗？而面前的刘禅则是表示，他并不是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那样，他乃是记录在真宇宙中的信息为基础生成的虚拟人格。每当我召唤，都会有一位虚拟人格将此人物的能力附身到用户身上。不仅如此，就连人物的人格信息都能复制，从而创造出具备独立思维能力的人格。也就是说，我就是他们的造物主。所以每一位被我所召唤的历史人物都会全力以赴的帮助。在了解清楚了抽缘分的原理后，刘禅便离去了。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我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和妹妹待了这么久的工会要解散了，因为在大部分战斗组成员都牺牲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再接到任务了，并且我们工会短期内出现许多牺牲者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引进新鲜血液也是不可能了。言罢，大叔深深朝我们鞠了一躬。随着众人都离去后，大叔喊住了我：香橙，你想要继续当魔力猎人吗？而我则是十分肯定的回道：是的，我会一直作为猎人活下去的，这就是我人生的目标。闻言的大叔则是一脸早就料到的表情，随即向我递过了一个信封，里面竟然装着猎人学院的入学申请书。这乃是大叔动用了一切的关系才帮我和妹妹搞到的。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因为我们之前在拽哥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枚改造过的魔力手表，上面赫然刻有着魔羯工会的徽章。闻言的我顿时大惊，因为魔羯乃是全球拥有着最多成员的最强跨国工会，这乃是一个邪教组织，他们将工会代表称之为教主，凡是工会的成员们都会为了教主甘愿成为恶人。由于我们害他们损失了一位重要战力，日后少不了他们的报复，而我这才明白大叔解散工会的真正原因。大叔为了便是保护我们工会中的各位。看着陷入沉默的我，大叔主动朝我伸出了手：小子，你一定要达成你的愿望啊！学校是官方的地盘，相对安全，希望你做好一个哥哥，照顾好自己和妹妹。回去后的我再次召唤出了刘禅，本打算利用他的属性多抽一些奖，但谁曾想，即使在他强运的加持下，我的运气依旧差得可怜。但好在我在最后再次抽了一次缘分，这次乃是一枚金卡，而召唤者乃是查理曼12圣骑士之中的一员。虽然他的出现并未让我获得技能，但是却让我各方面属性都强了不少，而我也是带着这恐怖的属性回到了学校。很快妹妹便养好了伤，也来到学校报了道。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我们学习了一个整个月的理论知识，然后才是轮到武技教学。可在此之前，所有学生都需要接受一个环节，那就是入学测试。妹妹是被誉为圣女的天才校花，可我在别人眼里却是个废柴哥哥，只因我是个连战斗天赋都没觉醒的废柴。但他们殊不知，我可以召唤古代阴魂化作武魂降临到我体内，这个状态下的我将会拥有阴魂全部的力量与能力，并且即使他们离去，还能永久性的帮我增强属性。今天刚好是1年1度的入学考核，
而第一轮考核的任务十分简单，学员只需要用力击打面前这个沙袋，获得30分以上就算合格。闻言的众人跃跃欲试，一位壮汉毛遂自荐最先走出了队伍。只见他调动了浑身的力气，一拳猛地砸在了沙袋之上，但谁曾想这一击却仅仅只造出了27分，并未达到要求的30分。见此情形的壮汉赶忙解释着，一定是机器出了故障。闻言的导师并没有回话，而是十分随意地挥出一拳砸在了沙袋上。下一刻大屏上的分数不断飞升，最终停在了88分。如你所见，机器并没有故障，所以说您的考核未通过，请下去吧。紧接着不断有人上台尝试，但是最终能够成功通关的却只有寥寥几位。在众人的拥簇之下，妹妹也被迫来到了考核台之上。随着她一道裹挟着凌厉的旋风脚踹出，现场第二个极高分出现了。在这一击下，分数竟然到达了67。看着妹妹成功通关，我也是欣喜不已。紧接着我也登上了考核台，在导师的一声令下，考核开始。只见我一脚猛地踢出，下一刻强大的力量竟然把沙袋被踹飞了出去，而大屏上的数值更是显示出了91的高分。见此情形，现场顿时哗然，因为此时的我就跟学院的最高分只相差6分，就连导师也不由得沉思了起来。因为上一个测试超过90分的怪物正是如今 H 国的最强者，他仅用3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球第9位 SS 级的强者。虽然看起来我与他相差着5分，但是由于当时能够参加考核的人数太少，所以那时候学院对分数的判定也比较宽松。要是这次用的是当时的机器，我的分数甚至可以超过他。很快，第一次考核便结束了，我们也开始了真正的学习。第一周是关于地宫和怪物的理论教育，第2周是关于使用武器的培训，第3关则是针对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培训。而在教育培训的最后一天，将会对学员进行团队考核。在我们学习的同时，大叔也被一大群人给盯上了。姓崔的，价钱随你开，告诉我圣女在哪？你们工会明明已经解散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的位置？僵持了半天过后，一位经纪人突然悄悄溜了出去，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清楚地说出了我妹妹的位置。紧接着接下来的数天里，我的妹妹被一众经纪人所包围了。他们为了妹妹能够加入，甚至开出了天价的条款。好在有着学校的安保维护秩序，妹妹才逃过一劫。我也是十分好奇地问向了妹妹为何如此。我的人生我做主，而我只想和哥哥待在一起。下一刻，妹妹突然羞红了脸，向我问到毕业后要不要一起去旅游。可她话还没说完，便被一名壮汉打断了。大哥，明天就要考核了，你们不紧张吗？我紧张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看着他堆得跟小山一般高的饭碗，我顿时无语住。待会要不要一起去模拟对练？虚拟魔力装置是一种魔力工学装置，它可以将本体1:1的还原到虚拟空间，并且在空间中战斗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副作用。闻言的我并不想理会他，但谁曾想一向与世无争的妹妹竟然满脸怨气的接下了战斗。一想到自己跟哥哥独处的时间被着这家伙打扰，妹妹便气不打一处来。随着我们来到训练场内，战斗顷刻间便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只见妹妹不断暴揍着壮汉，2分半后，随着妹妹一击重拳狠狠地砸在了男子的下巴上，这场比试就此结束。时间很快便来到了第2天，而学生们迎来了自己的最终考核。任务内容：学生需要在导师的监督下成功通关1级地宫，而妹妹则是看着地宫的入口怔怔出神。一想到当初地下城内拽哥的屠杀，她便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不知道这次地宫之旅众人又会碰到些什么呢？为了通过新手考核，我再次召唤了武魂附体，而这一次我召唤的竟然是外国的屠龙勇者。为何一次小小的新手测试便让我不惜暴露实力呢？这都要从2个半小时前说起。我们一众新手都来到了最终考核现场，我与妹妹被分为了2组，而她很快便顺利的完成了考核。紧接着便轮到了我们，只见教官在一旁重新开启了一个1级地下城，随即在教官的指挥下，我们组成功通过法阵来到了地下城。而我们的出现也是吸引了怪物的注意，只见一只强壮的兽人瞬间便冲到了我们面前。健壮的小壮赶忙手持盾牌冲了出来，企图挡住这波攻击，但谁曾想这只兽人的力量却格外强大。见此情形，我赶忙再次呼唤了一位防卫者，在2位战士的抵抗下，兽人才勉强被牵制住，而我则是抓住了这个空隙，手持方天画戟赶忙上前补刀。这一击精准的命中了怪物的要害。与此同时，地下城最深处的一个房间内，一双巨大的眼睛缓缓睁了开来，而刚解决完战斗的我们也是不由得疑惑了起来，就连一旁的导师也十分疑惑，因为此处的怪物实力偏高了不是？本来以小壮的实力对付1级怪物应该很轻易才对，可没等我们多考虑，下一波进攻便接踵而至。见此情形，队伍中的弓箭手个个张弓搭箭，对着兽人不断远程消耗了起来。紧接着在我的指挥下，战斗变得有序且简单了起来。这本是个好事，但却意外险些酿成大祸，因为我们完美的配合让教官产生了怪物并不强的错觉。与此同时的地下城外，众人却突然发生了争执。只见总教官一把夺过了检测员手中的平板，在看见上面的数据后，顿时亚麻呆住。下一刻，总教官一把抓起了检测员的脸：“你个混蛋！这个地下城是跟哪个探索者交易的？”在总教官的逼问下，检测员也是不再隐瞒，因为实在是凑不齐地下城，所以我才和魔羯工会做的交易。闻言的总教官狠狠地把这位检察员一个过肩摔砸在了地上，随即便满脸阴沉向其余人主动说明了情况：“非常抱歉，我们陷入了骗局。我们用来考核的地下城被魔羯的骗子用欺骗解析的道具掩盖了他真实的等级，而这个地牢真实的等级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刚好来到了地下城的
最深处。随着我们推开了房间的大门，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瞬间扑面而来。在等教官看清楚现场布置后，顿时大惊，随即便朝我们喊道：“紧急情况，本次考核终止，大家快逃！这不是1级的地下城，而是级领主型的地下城。”此时地下城的入口处也被大量的猎人所包围了起来，官方甚至出动了 S 级的强者，因为这个地下城极其不简单，里面的1级领主乃是一个变异种，他拥有着与 S 级领主媲美甚至更强的实力。在已经有人进入地下城的情况下，除非里面的人团灭，否则就没办法中途从外部进入。所以说外部的人已经放弃了希望，他们前来的目的也已经定位了报仇。地下城中领主兽人不断朝着逃跑的学员们发起了进攻，好在有着 B 级导师不断使用催眠藤蔓拖延着时间，但怎奈何两者实力差距太过悬殊，藤蔓很快便被领主给挣脱了开来。随即他的目光便全放在了这个凡人的苍蝇身上，只见他一斧子狠狠朝着导师砍了过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猛地踏地弹射而出，一剑狠狠地斩在了怪物的腰子上。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怪物后背的护甲竟然破碎了开来。只见我的这一击竟然破开了怪物的防御，成功给他造成了伤害。但奇怪的是，我手中的并不是先前的方天画戟，而是一把闪烁着金光的宝剑。原来就在刚刚导师牵制住怪物的片刻，躲藏在人群最后方的我果断召唤出了刘禅。在他幸运的加持下，我赶忙便使用了技能抽缘分。只见一张钻石级卡牌竟然主动飞了出来，而这次的卡牌强者正是日耳曼神话中的屠龙勇士齐格弗里德。在他神力的加持下，我再次主动出击，仅仅是一剑便将他砍飞了出去。但谁曾想怪物这次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只见他的身上缓缓浮现出了一股绿色的能力。见状，我赶忙对他使用了探查技能，可下一刻却突然大惊了起来。我意外觉醒了武神躯，为了保护队友，我竟召唤出了传说中的屠龙者。有了武魂附体，看我如何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就在刚刚，随着我对怪物使用了探查技能，他82级的属性赫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要知道82级在 S 级中都算是佼佼者了。下一刻，暴怒的怪物便朝着我冲了过来。面对着重达千钧的战斧，我并没有闪避，而是汇集起了全身之力，以凡人之躯硬汉 S 级的领主。只见下一刻，我竟然打飞了怪物的巨斧。让我看看，面对着 SS 级你能坚持多久吧？言罢，我的属性也是随之浮现。在屠龙者的加持下，我竟然达到了99级。不知情的领主依旧不断对我发动着进攻，但全都被我轻易的躲闪了开来。随即我便对他发起了还击。只见我速度之快，竟然在空中留下了残影。霎时间，2道泛着金光的斩击轻易便击碎了怪物胸前的铠甲，并在怪物胸前留下了2道血淋淋的斩痕。只见怪物一把扯下了胸前的护甲，不服气的再次咆哮着朝我杀了过来。可他的斩击却再次被我一剑挡了下来。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吗？那你可以去死了！霎时间，空中划过了无数剑痕，而怪物也在不经意间遭受到了数道斩击。在怪物后摇的瞬间，我手持巨剑猛然蓄力，随即猛地朝着怪物冲了过去。只见宝剑轻易的便贯穿了怪物，剑光从天而起，随着我手起剑落，怪物轰然倒地。见状，众人都是兴奋的朝我跑了过来，但谁曾想下一刻，一个手刀便朝着我的脖梗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壮手持盾牌一把推开了我，紧接着他便替我扛下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狠狠的被砸到了一旁的高墙之上。见此情形，我怀着满腔怒火朝着领主望去，只见此刻的他头顶欲火，眼中也不断泛着红光。随着我再次持剑起身斩落，一道红色的能量竟然挡住了我的攻击。眼见情况不妙，我赶忙退回了教官身边，向他问起了原因。据我了解，兽人领主是没有这种技能的，但是我有一种猜想，濒死状态下的怪物会有极小概率获得新技能，而这便是人们口中所说的变异化。片刻之后，只见怪物仰天咆哮了起来，一道道黑色的能量迅速朝着我们波动而来，众人皆是被这一招固定在了原地，无法动弹。好在我的忍耐性极强，抵消了这个技能。霎时间，怪物的拳头便朝着我砸了过来，这强大的一击赫然让地面崩碎了开来。好在我并没有中招，而是从烟尘中手持巨剑窜了出来。但谁曾想，下一刻我的斩击竟然被怪物轻易的躲避了开来。见此情形，我顿时亚麻呆住，为什么他会这么快？下一刻，巨拳猛地朝我砸了过来。好在有着屠龙者的及时提醒，我才依靠巨剑抵挡住了这一击。一旁见多识广的屠龙者也是看出了端倪，主人，这只怪物使用的是我的技能觉醒龙血，这一招是我打败恶龙法夫纳之后喝了龙血才获得的技能，在濒死的瞬间，所有攻击都将无效化并瞬间治愈，并且能量还能得到质的飞跃。就在我感叹这个技能的变态之际，那双遮天蔽日的巨拳再次袭来，而我则是依靠着巨剑不断抵抗。很快，屠龙者能借我的力量便消耗殆尽，他也是被强制退出了附体状态，没了他的力量加持，手中的巨剑顿时变得沉重无比，以我本身的力量根本无法挥动。而领主也是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异常，只见他缓缓伸出了手朝我抓来，霎时间无数的情绪涌上了我的心头，恐惧、绝望、悔恨、不甘，最终这些情绪都化为了我的力量。只见我再次举起了大剑，与此同时，系统也传来了提示：万兵之王已经完美重现了古代兵器的威力，成功激活古代兵器的全部威能，激活龙沙剑，感应到对方拥有龙血，面对拥有龙血的敌人时，提升用户1000%的能力值。下一刻，无尽的力量透体而出，这一世我绝不能输。
万冰之王在我的斗志下觉醒了全部威能，成功激活了屠龙者的龙杀剑，依靠着觉醒龙血负隅顽抗的 A 级领主，最终也是死在了我的剑下。越阶击杀不仅给我带来了属性上巨大的提升，更是引起了系统的提示。由于您使无上的存在成功附身，您将获得对方一部分能力值。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觉醒龙血，可在濒死状态下免疫一切伤害，并提升自身数倍的力量。在这么多次的抽奖下，我也是摸清楚了其中的原理。金色卡片只能提升能力值，但是抽到钻石卡片，在武魂离去后还可以随即获得其中一个能力。在感受完升级后，我招呼起了众人准备离开，但谁曾想众人皆是一脸恐惧的看着我，而小壮更是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一脸认真的问向了我：大哥，现在轮到我们被你灭口了吗？我顿时被这句话问懵了。大哥不是隐藏身份的高级猎人吗？为了防止信息泄露，接下来应该是打算把我们全部干掉吧。闻言的我赶忙向大家编造了一个说法，我并不是隐藏大佬，能突然变强全因为我一个技能有点特殊。很快传送法阵便传来了波动，见此情形的众人顿时严阵以待。那位 S 级猎人徐姐则是口中不断默念着：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可他话音刚落，就只见我们一群人全部都走了出来。见此情形，顿时给在场的众人都看懵了。但眼前这个兽人领主的双头战斧并不是假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在地下城内碰到了领主级怪物。在思索了片刻后，徐姐向在场唯一的导师问道：难道你击败了兽人领主？还没等教官回话，一旁就传来了鼓掌的声音。不愧是我们学校的优秀导师啊，既然是你打败的怪物，那这个战利品理应归属学院所有，就由我辛苦一点负责运送回去吧。言罢，猪头主任便伸手朝着战斧抓去，但下一刻这只贪婪的爪子就被我一把按住。是我击败的兽人领主，所以这把武器应该属于我才对。闻言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主任顿时呵斥起了我。只见我强压着怒火再次强调，兽人领主确实是我打败的，并且我可不是你的员工，我是花钱来上课的，你希望我索赔把事情闹大吗？闻言的猪头主任顿时被我的硬气吓死了，但是他的贪念让他还想再反驳一下，可紧接着教官就出现了，他没有骗人，这次确实是香城同学孤身一人击败了兽人领主，我在其中没起到任何作用。闻言的主任正要开口，却被我给打断了。比起战利品，你不应该关心一下我们这些幸存者吗？为何一级地下城内有着 S 级的领主？希望你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徐姐赶忙便吩咐起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把伤员全部都送走。而徐姐则在众人休息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这次考核的教官。在教官的描述下，徐姐才清楚其中究竟蕴含着多大的威胁。好在教官并没有猜对我的能力，在他眼中，我用的那把大剑乃是传说中的一次性神级道具。闻言的徐姐一把拽住了教官的衣服，便朝着我的房间赶过来。很快，我病房大门便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而来者正是刚才还在讨论我的两人。只见徐姐主动来到了我的面前，紧接着她便向我阐述了这件事的前因经过。当我在听到这是来自魔界公会的报复时，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好在下一刻教官小兰站了出来，他们这次袭击针对的应该是我，因为学院最近与他们有着一定的矛盾，而我又是院长的儿子，对于这次的事件责任在我们会对你们做出相应的赔偿和道歉的。由于我并不想将此事再度发酵，在收到赔偿后便表示不再追究了。正当我以为一切都就此结束了的时候，徐姐却向我发出了邀请：香城同学，鉴于你强大的实力，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出征委托呢？由于全世界的地下城数量日益增多，官方有时也会分身乏术，所以我们便会签约一些民间的强大猎人协助清扫，清扫完毕后获得的奖励全部归您，并且官方并不会强制您参与。闻言的我在权衡了一番过后，欣然接受了请求，顶级猎手香城就此诞生。我意外觉醒了武神躯，不仅可以一次性召唤多名武魂为我提供力量，还学会了全新的技能武魂组合抽。此技能可以让我将两具武魂不同的能力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能力。而这一切都要从我通过了毕业考试开始说起。由于我出色的表现，我被破格成为了委托猎人。为了能尽快接受委托任务，我在当天夜里就召唤出了刘善开始抽缘分，而我则是十分好运的刚好触发了抽了10次的奖励。系统给予了我一个全新的技能，名叫组合抽，它的作用是可以任意组合2位登记过的人物，或者放上一张已拥有的卡牌抽取与它有着相同属性的卡牌，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刘禅抽出蜀王刘备、武圣关羽以及万人屠张飞等等。有了这一底牌，我也是没了顾虑。第二天一早，我便主动接受了我第一次委托。在我的观察技能下，这次的地下城乃是一个1级歼灭型的哥布林巢穴，眼见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威胁，随即我便主动进入了传送阵之中。很快一众哥布林皆是被我吸引了过来，但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了。只见我不断挥舞着方天画戟，凡是我挥舞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堆哥布林的尸体。此刻的哥布林们都成为了我眼中天然的惊艳。很快战场便出现了翻转，只见我不断手持武器追杀着一众哥布林，而我如此嚣张的行为也是唤醒了一旁沉睡的哥布林领主。但谁曾想我接下来试探性的一击竟然十分轻易的贯穿了他，至此这一关唯一的 BOSS 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死了。我在片刻的无语过后，将万兵之王化为了锄头，随后赶忙在哥布林巢穴的正中心凿了起来。很快一颗晶莹剔透的晶石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在收集完此物后，我被传送阵送回了现实，而那颗晶石也是为我带来不菲的收入。接下来没任务的日子里，我也并没有松懈，每日沉浸在健身房之内。不仅如此，每
日一次的抽奖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提升。今天我日常召唤出了刘禅，抽起了情报，可今天的情报胶囊却是我从没见过的。只见这个浑身带刺的胶囊周身缠绕着不祥的气息，紧接着系统便发来了消息，由于宿主第一次获得了危机情报，作为奖励将强化抽情报技能，现在可以指定对象进行抽情报。下一刻胶囊轰然炸开，一股不祥的气息从中涌了出来。4天之后将在 S 市巨区发生人为的地下城解封，届时将造成大量的伤亡。在我愣神的同时，系统对话框突然亮了起来。见此情形，我果断伸手点了上去。下一刻一条全新的消息出现，危机情报是指能够改变的历史情报，请阻止因地下城解封而引起的灾难。任务完成后将获得来自真宇宙的奖励。与此同时，猎人协会正召开着一个紧急会议，而会议的内容便是这些天接连有地下城意外解封的事故。着手这一情况调查的正是之前的 S 级猎人徐姐。通过现场尸体的勘查后，众人惊讶地发现，那些地下城守卫的死因都被判定为贯穿胸口的剑伤。综合各项数据显示，那些地下城乃是人为故意开启，但怎奈何附近太多的事故导致此时人手急剧不足。可下一刻，徐姐的脑中便浮现了一个手持方天画戟的强大身影。对啊，还有香城，可以雇佣他帮忙看守啊。但他殊不知，此时的我正在即将爆发地下城的所在地惆怅，因为此地已经被官方的人员警戒了起来，我根本进不去。下一刻，我便接到了徐姐打来的电话，我想委托您守护地下城。此言一出，我的大脑瞬间宕机。半晌之后，我十分激动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主动请缨前往位于快乐大桥上最危险的基地楼。当天晚上，我提前1个小时便来到了地下城所处的位置，直到临近地下城开启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疾驰而来，只见从中走出了2位身着国家部门专属制服的男子。由于我是徐姐私自对接的，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赶忙躲了起来。但谁曾想，下一刻法阵金光大现，地牢竟然被那2人给打开了，紧接着他们便捏碎了手中的传送卷轴。好在我依靠着探查系统成功记住了他们的面，但眼下最要紧的可不是他们，因为我感受到有怪物要出来了。我在武魂刘禅的加持下，首次使用了组合抽取，竟然召唤出了万人图张翼德，而这一切为的都是面前这道人为打开的地下城。通过探查技能，我在其中感受到了令我极其不安的气息，对此我并没有任何犹豫，第一时间便召唤出了武魂刘禅。在他强大幸运的加持下，我首次动用了组合抽取卡牌。只见我先是取出了吕布奉先，随后又拿出了属于刘禅的武魂卡。刘禅大人，请在你心里默念您心目中第一猛将的名字。下一刻，漫天的卡牌仿佛星辰一般遮蔽天空，紧接着一张钻石卡牌竟然主动落在了我的手中。与此同时，一旁地下城的大门彻底躁动了起来，顷刻间数之不尽的狼人从中窜出，而远处的我正感受卡牌的洗礼，强大的力量在我周身旋起了一道能量风暴。下一刻，一把形态怪异的武器划开了能量风暴，紧接着又一把将武器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见此情形，一众狼人皆是朝我围剿了过来。只见我的胸腔因为猛地吸气出现了诡异的姿态，随即一声怒喝猛地吼出：“张翼德在此！”顷刻间声波自我而出，向外迅速扩散。闻言的一众狼人皆是愣在了原地。下一刻，三国时期的万人图张飞便作为武魂出现在了我的头顶。只见他突然癫狂地大笑了起来，这世道狗都可以2条腿行走了吗？罢了，快让我痛快地大闹一场吧！霎时间，技能一骑当千便被激活，当宿主以1敌多的时候可以减少消耗。紧接着，我的身体便不受控制地冲杀进了兽群之中。眼见越来越多的狼人包围了过来，张飞的另一个技能虎车旋转碎弹袭便自主发动而出。只是片刻的功夫，成片的狼人便死于我的丈八蛇矛之下。紧接着，我又一跃来到了一众狼人的上空。与此同时，系统传来了提示：万兵之王已完美重现古代兵器的威力。下一刻，丈八蛇矛狠狠地砸在了兽群之中，地面赫然崩裂了开来。此刻有着张飞附体，我犹如战神一般势不可挡，但是武魂附体却有着一个弊端，那就是有着时间限制。而此时的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但面前的地下城中还在不断朝外涌现着狼人。见状，我火力全开，再次冲杀了出去。在乱杀的同时，我也不免受到了不少的伤。只见我解决完面前的狼人，身后却再次窜出了一大群狼人。好在张飞及时提醒，我才及时的回身解决了身后的危机。可紧接着张飞就独自恼怒了起来，因为他所能降临的时间已经达到了极限。面对着依旧源源不断走出的狼人，我却并没有退缩，而是依旧依靠着凡人之躯对峙着一众怪物。你小子真是合我胃口，可别死了，下次给我讲讲你大获全胜的过程。言罢，张飞便被强制下线了，而我也是随即获得了他的成名绝技狮子吼。下一刻，刘禅再次出现，想必大家也知道我要干嘛了。没错，抽缘分。我1天之内完成了第2次抽缘分，借助着刘禅的强运，我再次抽到了金色卡牌。紧接着，能量风暴再度席卷了起来。随着烟尘消散，王者之剑克拉伦特登场。他乃是外国亚瑟王的3大宝剑之一，而他也是拥有着专属技能灿然辉煌之王剑。在他能力的加持下，我赫然达到了81级。我本想着，虽然他不如99级的张飞那么强大，但是面对此时的收尾足够。但谁曾想，下一刻一只巨大的狼爪从地下城的出口伸了出来。只见一只巨大的白狼王手持巨斧从中窜出，而他的等级赫然也达到了81级。他的等级竟然与克拉伦特的等级一样。见此情形，我便清楚接下来将会有一场恶战。白狼王并没有第一时间进攻，而是吩咐一众手下冲了上来。见状，克拉伦特激发了王者之剑全部的力量，霎时间无数剑光划过，终结了在场除了
了白狼王以外全部的狼人。这一招虽然威力强大，但是冷却时间却极长。下一刻，克拉伦特突然惊呼：“绝世，小心背后！”只见白狼王一闪来到了我的身后，随即朝我一刀猛地斩下。好在我在克拉伦特的提示下，险之又险的避开了这一击。看来我干掉了你全部的手下，让你很生气。言罢，我猛地踏地而出，与白狼王战交锋在了一起。我依靠着王者之剑的武魂附体，成功击杀了300只狼人，最终引出了强大的白狼王。他一现身便与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等级竟然与我身后的武魂相似。见此情形，我加快了战斗的频率，毕竟我的能力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我没能在武魂附体的状态下解决他，那死的人就是我了。霎时间，无数刀光剑影相互对撞。由于我一开始便动用了全力，白狼王很快便落入了下风，甚至在此期间，他也是受到了多次伤害。见此情形，我赶忙乘胜追击，但身后的武魂却不断催促着我停下，调整一下状态。而我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一剑狠狠斩在了白狼王的胸口，随即汇集起了全部的魂力，打算给予他致命一击。但谁曾想，此时的白狼王非但不慌，还鬼笑了起来。下一刻，长刀猛地刺出，后发先至的一刀贯穿了我的身体，霎时间一股剧痛瞬间侵蚀了我的神经。紧接着，白狼王并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只见他高高举起长刀，随即猛地朝我的脖颈处一刀斩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红色的能量瞬间抵挡住了长刀的偷袭，看着透体而出的血红色能量，白狼王都不禁被吓得退后了半步，而我则是在这股能量的支撑下站了起来。真疼啊！还好有着觉醒龙血，要不说不定真死了。在觉醒龙血的状态下，伤势瞬间痊愈，并且在此期间能力都将会暴涨。不知情的白狼王强压着内心的恐惧再次杀了过来，但此时的我早就今非昔比了。只见我猛地斩出了一道剑气，下一刻面前的白狼王就被这一击斩的身首异处，强大的力量甚至连其身后的大桥都被斩了开来。与此同时，此处强大的异兽反应也引来了顶级强者徐景。可当他赶到大桥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这里遍布着狼人的尸体，而我也是缓缓从桥头走来。我阻止了地下城解封，后续处理就交给你了。顺道提一嘴，这里一共是311只，全部是我一个人干掉的，记得结账。言罢，我便扑通一声昏倒了过去。见此情形，徐姐赶忙喊来了医疗队，迅速带我前往治疗。第二天一早苏醒过来的我，被眼前的属性面板吓了一跳。只见此时我的属性发生了质的飞跃，并且对于别人来说千金难求的技能，我此刻则是拥有了10个极其强大的。为此我高兴的不断在床上不断跳跃了起来。但谁曾想，就在此时病房的大门被敲响，下一刻徐姐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进来，看着她憔悴的脸，应该是昨天通宵处理了事发现场。而徐姐则是突然朝我深深鞠了一躬，紧接着她就向我了解起了当时的情况。在我口中听到这一切都是2位黑衣人人为释放的后，徐姐顿时愣在了原地，霎时间魔界公会的身影浮现在了她的脑中。如你所说，我们也在之前就发现过这一情况，但是他们却来自于魔界公会，由于并没有证据指明是他们，我们也无法实施抓捕。之前类似的人为释放，在现在看来应该是他们的试水，而昨天那场才是真正的恐怖袭击。好在那天有你在，否则结果不堪设想。对了，您之前那些怪物的尸体我们已经处理好。闻言的我顿时兴奋了起来。正如你所说，一共有311具尸体，那些尸体和所有回收的战利品现在都在协会里保管着。由于数量太过庞大，协会决定帮您进行拍卖，而拍卖所需的手续费也会由我们承担，您就等着赚个盆满钵满吧。在处理完这一切后，徐姐怕耽误我休息，就向我告别后离去了。在我躺下后，兴致冲冲地遐想着未来富豪生活的时候，一句话却打断了我的兴致：你过得很努力吗？闻言的我猛然起身，我惊讶地向声音的源头望去，只见四周的时间突然静止，下一刻病房的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空间裂口，一道身影缓缓从中落下，而来者正是当初赋予我召唤武魂能力的少女。恭喜你成功阻止了地下城的入侵，我这次前来正是来履行约定，给予你奖励的。我觉醒了全新的武魂真理圣，在他的领域内，一切言论又或者行动都无法作假，否则他将会降临到对方的身后，永远的让他闭上嘴巴。就在刚刚，我依靠着强大的恢复能力，很快就痊愈了。而我出院后，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猎人协会。我来这的目的十分简单，因为徐姐前2天主动联系到了我，那些被我斩杀的怪物和装备都已经处理好了。只见一间密室内，所有的装备都单独被挑拣了出来，而我的目光很快就被一双手套所吸引。通过探查技能观察后更不得了了，因为这双手套可以增加各项属性。当即我便和徐姐表示这双手套我收下不卖了，但徐姐却没有第一时间回应我，因为此时的她正面露难色的接着电话。半晌后，她还是叫住了我：香城先生，这次被解封地下城的所属工会说想见一见你，不知道您愿不愿意？闻言的我同意了徐姐的请求。在去的路上，徐姐说出了她的担忧，他们此时找我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想向我抛出橄榄枝，而第2种就是来索要我这次斩获的那些战利品，毕竟归属权在他们手上。但徐姐则是表示会用自己的名誉担保，一定会保障我的战利品。很快我们便见到了对方工会前来的代表，不过很显然对方来者不善，我们工会好端端的地牢说没就没了，希望2位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证据，比如监控录像之类的。闻言的徐姐当即便拒
拒绝了对方的要求，毕竟这涉及到了我的隐私。但谁曾想男子却对我们说出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我完全理解您的立场，不如这样，我们打一场吧，只要我确认了您有阻止地下城的实力，我就走。闻言的我果断对他使用了探查之眼，下一刻我便对着他的属性面板愣了神，因为他的技能以及属性都和当初我见到解封地下城的黑衣人一模一样。随即我便表示想和徐姐单独交流一番，在得到对方同意后，我第一时间拉着徐姐朝门外走去，并且在出门转身后便走进了一间100%隔音的房间。紧接着我又对着徐姐也动用起了探查之眼，除了她恐怖的属性外，我还看到了极其关键的一条技能，那就是信义，这代表着本人对信守承诺有绝对的诚恳。见此情形，我才神秘兮兮地对徐姐说明了情况。为了博取徐姐的信任，我把徐姐全部的技能一一报了出来。闻言的徐姐顿感大惊，而我则是借此机会说清楚了我探查之眼这一技能，而一旁的徐姐则是越听越震惊。在确定获得了她的信任后，我说出了刚才的发现，刚才那个男人并不是您说的那个人，他是释放地下城的罪魁祸首易容的。我也不想透露我的个人隐私，但是恐怖分子就在面前，我也是没办法。但谁曾想闻言的徐姐却并没有太多的震惊，毕竟她早就怀疑协会内部有敌人安插的内鬼。在得到徐姐承诺的保护后，我们才安心的再次回到了房间。我跟徐姐商量好了，我决定不跟您对打，而是直接把技能给你看。闻言的男子顿时兴奋了起来，而我则是自顾自的摆弄起了属性面板，随即便开启了精准抽取模式。下一刻，一位众人都看不见的武魂降临到了我的身边，而他正是我这些天抽取到的金卡。之前神秘少女出现，给予了我一个全新的权限，那就是我可以依靠消耗本身的属性点多次抽卡，并且送了我30张武魂卡。但我却十分倒霉的只获得了3张金卡，其中一张正是这位真理之劫呢，它是类似刘禅一般的特殊武魂卡，而他的技能便是真理之法。此刻这个房间内任何人都无法说谎，我简单的说明了现在的情况，随即便让徐姐重复我的话。紧接着我便说了一句我是男人，但徐姐却怎么也重复不出来，因为她殊不知此刻正有着一只武魂捂着她的嘴。随即我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男子，你也试试吧，你就报一下你的名字吧。闻言不信邪的男子刚想开口，我的武魂却降临到了他的身后。怎么说不出来？看来你骗人了。这个少年拥有着魔神之眼，任何与他对视的生物都会被抽取生命力，而像他这样强大的觉醒者在魔界公会却并不算出众，因为他来自全球最强大的猎人公会魔界公会，这是一个邪教公会，他们不断对人类社会发出袭击又或者动乱，最恐怖的就是他们渗透到了社会每个阶层，就连猎人公会内亦是如此。而我则是因为多次坏了他们好事也被盯上了，他们派出了一位伪装于公会之中的成员对我进行了试探，好在我依靠着探查之眼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紧接着又依靠武魂真理圣女成功让徐姐发现了他的真面目。眼见身份暴露，男子猛地挣脱了真理圣母的束缚，迅速朝我冲来。见此情形的徐姐本想依靠速度半路拦截，但谁曾想男子即刻发动了技能隐身躲过了这一击。这项能力正是男子的成名绝技，瞒过 S 级的眼睛都不成问题。但是此刻他却十分不幸地遇见了我。随着我探查之眼的发动，男子的隐身技能瞬间便被破解。在看见目标后，徐姐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男子身后，只见她一脚猛地踹飞了男子，在束缚住男子后，徐姐一把扯下了男子的人皮面具。为了能够更深入调查，我果断召唤出了抽奖系统，并对着眼前这位男子使用了专属信息抽取。随着胶囊打开，一条震惊的消息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此人在2天前害死了这具身体的本人，并取代了他，而他正是隶属于魔界公会的一员。一处偏远的小区内，一大群戴着面具的男子皆是汇集于此，因为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男子被我们捕获的消息。只见领头的黑袍男子朝着一旁戴着老虎面具的男子吩咐道：虽然那家伙口风还算紧，不过以防万一，你去把人悄悄处理掉吧。紧接着一旁一位戴着蝴蝶面具的贵妇突然开口：那这次阻止地下城解封的那个1级猎人怎么办？因为我们损失很多人啊。闻言现场顿时乱作一团，一个1级怎么可能阻止1级地下城的解封？不仅如此，之前学员事件也是出自他手，他不会是协会秘密隐藏的 S 级猎人吧？下一刻黑袍男子呵斥住了众人：够了，别吵了，暂时先留着这个叫香橙的家伙。可紧接着一位红毛就提出了抗议，为了这次解封，我们耗费了多少时间和资源，他把这一切都毁了，怎么还能留着他呢？闻言黑袍男子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我们现在关于他的情报还是太少了，能够一个人阻止解封，这份实力已经相当于 S 级了，我们没必要树立新的敌人，有这功夫不如全力对付徐湘西。还有就是袁，你是这次解封的负责人，结果却失败了，那位现在对你很是失望，希望你好自为之。言罢，今天的会议便就此结束，在场众人除了红发少年都离开了，而少年则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下一刻，一股极其恐怖的能量便充斥了整个教堂。2天后，我便在徐姐的电话下再次来到了猎人公会，从他口中得知，猎人们始终没能撬开男子的嘴，但是好在我之前的那些战利品都收拾好了，考虑到这些战利品价值极高，需要缴纳的税金很多，因此徐姐叫我过来提升一下用户等级，毕竟等级越高可以减免的税金也就更多。片刻之后，徐姐就带着我来到了考核现场，只见这里有着数台虚拟魔力装置。见此情形，我顿时大喜，有着天赋技能游戏的我可以在这类游戏增加数倍的属性，而这正好可以弥补我不能在考试中召唤武魂的缺点。但谁曾想，下一刻一道巨大无比的身影来到了我们身后。呦，这不是我们公会的骄傲徐组长吗？不知道飞黄腾达后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师了？闻言的两人在一顿互对后了
聊起了正事，可很快徐姐就变了脸色，因为眼前的壮汉竟然是我这次考核的导师。师傅，您不是 S 级考核的考官吗？你怎么能接 B 级的考核呢？下一刻，眼前的壮汉浑身释放出了恐怖的能量，此人正是 H 国的10位 S 级强者之一张哲山。我首次在没有召唤武魂对战上了 S 级的强者，而这次的对手正是 H 国10位 S 级强者之一的张哲山。好在这次战斗是依靠着虚拟战斗装置，在进入游戏的瞬间，我便激活了游戏天赋，全部的能力值都上升了100%。下一刻，我便被传送到了一处荒漠之中，而我则是立即查看起了自己的状态栏。翻倍的属性也是让我拥有了对抗眼前这位男人的勇气。作为考官的张哲山优先举起了大锤，随即猛地砸向了地面。只见强大的力量瞬间便让地面4分5裂了开来。他本想依靠这一击让我放弃考核，但谁曾想这反倒是点燃了我的斗志。只见我手持长枪飞速朝着考官冲杀而去，但反应迅速的教官上来就是一击全雷打，猛地将我打飞了出去。而我则是在落地之后再次手持长枪冲杀了出去。霎时间，两道攻击碰撞到了一起，激起了一阵风沙。随着烟尘散去，只听教官大笑着恭喜我道：“你通过了，你刚刚直刺的水准普通的 A 级根本不是你的对手，想必你应该是受到了名师的指点。”闻言的我脑中顿时浮现出了先前几位武魂的身影，可接下来本应该结束的战斗却再次剑拔弩张了起来。照常来说，考核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还没打够，你呢？闻言的我欣然接受了邀战的请求。下一刻，教官再次手持巨锤一跃而起，巨锤瞬间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好在我本能的向后一跃而去，险之又险的躲过了这一击。紧接着我再次弹射起步，一招苍龙步猛地蹬出，这一击也成功给教官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两人的身影不断交错，但谁曾想在一次交锋的过程中，教官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你有着强悍的体能，却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不出意外的话，你有游戏天赋对吧？”闻言的我顿时亚麻呆住，而正是这一瞬间，让原本持平的战斗发生了突变。只见教官一脚猛地踹在了我的身上，霎时间我便在这巨力之下倒飞了出去，而教官则是紧随其后来到了我的身前。我携着强大力量的巨锤瞬间朝着我的脑袋锤了过来，狂暴的雷电之力不断倾泻而下。随着烟尘散去，只见我并无大碍，那一锤在最后一瞬间改变了落点。至此，这场战斗彻底结束。像你这样拥有游戏天赋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跟你这种能够独自攻破及地下城的人不同，那些人都是实战软脚虾。言罢，教官便离开了虚拟空间，而这次战斗也是令我深刻的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在成功拿走 B 级令章后，我便离开了此地。在此之后，徐姐迫不及待地问起了我考核时的表现，而教官也是给予了我极高的评价。闻言的徐姐顿时落泪，作为战斗狂的她早就想与我切磋一番了。嘚瑟完的教官见此情形，赶忙就想走，但谁曾想徐姐一把抓住了教官的手：“师傅，您别急着走啊，我好久都没和您切磋了，难得见面，跟我打上一局怎么样？就当是检验弟子的实力了。”没等老师答应，徐姐就自说自话地冲了上来。刚刚走出猎人协会大楼的我，突然听见了一声惨叫，但不容我多想，面前全副武装的妹妹就叫起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今天的妹妹格外的兴奋。但就在我们即将出发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正是之前与我有过多次合作的小壮。原本二人刷本的美式随着他的加入气氛全无，不知情的小壮主动朝着妹妹伸出了手，但谁曾想下一刻一股狂暴的力量自妹妹体内溢出，片刻后妹妹重新变回了那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而小壮则是抱着手不断哀嚎着。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处地下城外，这是一处1级的地下城，对我来说给我10分钟我就可以搞定整个地下城，但是我此次前来的目的却只是保护面前两人的安全。小壮在这些未曾谋面的日子里进步神速，而妹妹的表现非常稳定，1级的怪物显然是对他构不成威胁，更何况此刻的妹妹正处于暴走的状态。很快小壮就跑到了我的面前哭诉了起来：“舒雨好可怕！”好在有着我的协调，一行3人很快便来到了领主关卡。在进入前，我讲清楚了自己绝不会出手，而小壮则是拍着胸脯表示自己可以，但是他们殊不知，我再次召唤出了钻石级武魂，但它却是如同刘禅一般的功能性武魂。它依靠它的能力为我带来了一座宝藏地牢。就在刚刚，我带着妹妹和小壮打开了地下城领主关卡的大门，一位绿发红面的怪物瞬间窜出，朝着我们袭来。见此情形，小壮果断手持盾牌冲上前去抵挡了这次攻击。正当我以为这次战斗即将是一场苦战的时候，我背后突然闪过了一道黑影，只见妹妹高高跃到了怪物头顶，紧接着裹挟着强大能量的一脚狠狠地踹到了怪物的头上。下一刻，随着妹妹缓缓飘落，怪物才轰然倒地，随即妹妹再次恢复了那副人畜无害的表情，看向了我。片刻后，我们便离开了地下城。在打发走众人后，我召唤出了刘禅，在他强运的加持下，我再次开始了抽缘分。而这次我十分幸运的抽到了钻石卡，但随着卡片的使用，我诧异的发现我的属性竟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只见一个文质彬彬的老者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位武魂名叫丁若莲，他的属性极差，甚至都不如此刻的我。但有了刘禅的先例，我并没有轻视他。果不其然，下一刻老者便神秘兮兮的问我：“小伙子，你有没有兴趣搜寻我藏在这的宝物啊？”闻言的我顿时大喜，头瞬间
点成了拨浪鼓一般。下一刻，一道金色的传送法阵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通过侦查之眼，我了解到这竟然是丁若莲的宝藏地牢。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处古朴的书楼之中，而在我们的面前矗立着一尊硕大的身影。只要你通过了眼前这位守门将的文武测试，就能获得奖励。等你完成这些，再召唤我。言罢，丁若莲便自说自话的离开了。下一刻，系统的属性面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上面赫然有着一项全新的技能，名为探测。这乃是探索者在寻找地牢的时候才会用到的技能。没等我接着高兴，远处的身影就猛地将手中的木锤砸向了地面。只听他用着机械的声音喊话道：“现在开始进行纹饰。”一轮月光照耀时间江河，即江河为世人，月为太极。这里面的太极代表的是谁？而我则是十分自信地回答出了正确答案。闻言，守门将再次将巨大的木锤狠狠砸向了地面。接下来开始进行武士，拿出你的武器。闻言的我赶忙使出了探查之眼，看向了守门将。只见他的属性数值与我并没有相差太大。见此情形，我果断使用万兵之王幻化出了方天画戟，而守门将则是瞬间来到了我的面前，一锤狠狠地朝我砸下。好在我反应迅速，一招狮子吼瞬间吼出。这一招不仅打断了守门将的攻势，还减少了他10%的攻击力。紧接着，我用手中的方天画戟快速挥出了束击，但谁曾想守门将如此硕大的身影竟然躲过了我的所有攻击。见此情形，我攥紧了手中的方天画戟。下一刻，在苍龙部的加持下，我将手中的武器猛地刺出，而这一击也是成功给守门将造成了伤害。紧接着，我再次一跃而起，利用惯性将手中的武器狠狠砸落。即使守门将手持武器奋力抵挡，却依旧不断向后倒飞了出去。见此情形，我果断乘胜追击，手持长枪竟然还选择和我近战，你太自负了。但谁曾想，下一刻我手中的方天画戟幻化出了屠龙宝剑，一道金色的剑芒瞬间被我斩出。这一击瞬间击飞了守门将手中的武器。紧接着，我反手持剑抵在了守门将的咽喉。见此情形，守门将赶忙便识趣的向我认输了。言罢，我身后的石墙突然发生了破裂，很快一间隐藏房间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随着我缓缓踏入，只见房间正中心的桌上放着3样东西。见此情形，我果断在精密抽取中找到了丁若莲的卡牌，将他再次召唤了出来。在他的指点下，我瞬间便学会了第一本技能马克会腾，而系统在检测到我身怀技能抵抗力后，自主帮我融合了2项技能。恭喜宿主席的技能万毒不侵，您将对所有疾病和剧毒有着强大的抵抗力。紧接着又是第2本技能，名叫帮将御考，它将我体内的技能游戏与先前获得的技能探测进行了融合。至此，我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上帝视角，一切地牢以及生物都无所遁形。而这最后一个则是此间最大的奖励，它竟然让我觉醒了。我意外觉醒了上帝之眼，一切在我附近的人或物都无法逃脱我的监视，而这全源自于丁若莲宝库内的3件宝物。我依靠着另一本宝典获得了万毒不侵的躯体，而最后一个物品则是帮助我觉醒了可以储存万物的虚空空间。想到白天运气爆棚，晚上我再度抽起了剩余的免费抽取次数，没想到今天果然是我的幸运日，只是第2下就出金了。而他也是一位功能性的武魂，名为白衣天使南丁格尔，他拥有着强大的治疗能力，有了他的存在，我的底牌又多了一张。毒瘾上头的我果断消耗起了本身的属性，再度抽奖了起来。很快命运就再次跟我开启了玩笑，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又出金了，而坏消息是这张金卡又是刘禅。看着强化加3级的刘禅，我顿时黑起了脸。见此情形的刘禅则是大声哭诉着我没良心，刚才还又爱又亲的，现在就嫌弃起来了。而我对此赶忙转移起了话题，赌上了今天最后一次抽奖。但谁曾想，下一刻系统竟然吐出了一颗紫色的胶囊，这类胶囊中记载着最近将会发生的威胁。看来系统这次的消息非同小可，因为我仅是看了一眼就匆匆忙忙的朝着远处狂奔而去。被丢在原地一脸懵圈的刘禅也好奇的看了过去，只见播报上赫然写着徐姐将在3小时之后面临生死危机。与此同时的猎人协会大厦内也闹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之前我们捕获的那么卧底死在了层层看守的大牢里。赶来的徐姐对此气愤不已，但下一刻前台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徐组长，我们发现了这次事件可疑人物的身影。闻言的徐姐果断便独自一人冲出了协会大楼。片刻之后，她便火急火燎地赶到了目的地。没走一会，徐姐便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魔力。只见远处的地牢大门此刻竟然被人工强行打开了。聪慧的徐姐第一时间就猜到了，这必然是对方提前准备好的陷阱。霎时间，数之不尽的狼人便从传送阵中走了出来。见此情形的徐姐顿时压力山大，毕竟这可是一座 A 加级的地牢。下一刻，一众狼人倾巢而出，不由分说的便一同朝着徐姐袭杀了过来。但徐姐 S 级猎人的实力也不是盖，只见她一中斧就解决了最近的一只狼人，但怎奈何中斧后摇太大，令徐姐遭遇到了偷袭。紧接着又是3只狼人呈包围之势朝徐姐冲了过来。好在身经百战的徐姐临危不乱，利用着一招旋风斩，一次性解决了3只狼人。此举顿时把匆匆赶来的狼人吓得亚麻呆住。下一刻，徐姐便手持巨斧出现到了他的身前，仅是一斧子便解决了这只小卡拉姆。随着徐姐抽出了巨斧，一道黑影渐渐浮现，只见一张血盆大口缓缓从法阵中走了出来。一只数倍于普通狼人体型的怪物走了出来，他依靠着修长的手臂猛地便朝着徐姐杀了过来。好在徐姐反应及时，险之又险的避了开来。自古以来对付疯狗都说要往死里揍。片刻之后，只见刚才威风凛凛的巨型狼人死在了徐姐的攻势之下，而秘境也是随之关闭。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的时候，
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掌声，不愧是协会的守护神，果然名不虚传，刚才一战太精彩了。霎时间，数之不尽的黑袍人便将徐姐包围了起来。魔劫的杂碎，你们真是卑鄙！闻言为首的黑袍男不怒反笑，什么魔劫？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们不过是一群特别讨厌以至于想要干掉你的黑粉罢了。对了，讨厌你的人可不止我们哟，协会内部的人也巴不得你消失呢。言罢，男子便晃了晃手中的对讲机，从你自诩正义使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早晚不得好死了。果不其然，今晚没人能来救你。没等他说完，一道血线突然出现，下一刻大口的鲜血从黑袍男子口中吐出。不好意思，你话有点多了，有我在，谁也别想伤到他。我召唤出了历史上诸葛家的剑术天才，在他的附体下，我不仅觉醒了强大的剑法，更是让我拥有了世上少有的轻功。在此之前，我收到了徐姐即将出事的消息，待我赶到之时，只见徐姐已经被一群黑袍人团团围住，而我则是果断地使出了技能梅花剑法，击杀了外围的敌人，随即便来到了徐姐身边。此时午夜已经降临，之前消耗的魔力也全部恢复，但这次面临的威胁非同小可，眼前的一伙人至少是由 C 级到乙级的人员组成。见此情形，我的武魂赶忙催促着我离开，而这正是我在进入战场提前召唤的诸葛惠美。待我看向一旁的徐姐，此刻的她已经精疲力尽了，现在放弃她自己逃走是根本不可能的。见状的众人都对我为何能在此时感到疑惑了起来，都给我闭嘴！只见嘈杂的人群中走出了一位红发男子，他径直走向了面前的尸体，竟无声无息地进入了战场，还瞬间就干掉了4个 B 级成员。接下来的战斗暂时把他定义成 S 级进行作战。下一刻，闻言的一众黑袍人迅速地围着我们跑动了起来。片刻后，众人之中突然窜出了一位男子，只见他手持匕首迅速朝我杀来，而在他身后更是有着铺天盖地的剑士。很显然，此人就是个祭品，用来拖住我们的。见此情形，我赶忙扑开了一旁的徐姐，而我们刚才所在的位置顷刻间便遭到了猛烈攻击。刚才冲上来的男子也是死在了自己同伴的剑下，好在随着我躲闪技能的发动，我与徐姐险之又险地躲过了进攻。你们这群家伙，就连自己同伴的性命都不在乎了吗？闻言的一众黑袍人皆是笑得前仰后翻了起来。若只需要付出微不足道的生命，就能为那位做出贡献，那可是我们的荣幸啊！牺牲的这家伙肯定也会含笑九泉的吧？闻言我顿时大怒，能力疯狂向我手中的宝剑之中汇集。下一刻，一道粉色的剑光则是从宝剑上倾泻而出，口嗨的男子遭此一击倒飞了出去。随即我便赶忙呼唤起了身后的徐姐，跟上我，我在前面开路。在我和徐姐的配合下，我们迅速的便朝着包围圈外奔袭而去。眼见生路就在前方，我与徐姐赶忙兴致冲冲的跑了出去，但随着烟尘散去，我们却再次迎上了对方新的一波支援。眼见逃不出去了，我直接目光一凛，擒贼先擒王。下一刻，我猛踏地面，在轻功的加持下，我不断闪烁于人群之中，最终成功越过人群，一剑刺向了带头男子，而后者的反应也是十分迅速。霎时间，两人面前刀光剑影不断闪烁。见此情形，一众黑袍人皆是朝我攻了过来。眼见一击偷袭即将命中，身后的武魂果断吩咐我使用了技能游云步。在技能的作用下，我的身影不断闪转腾挪，躲过了一道道剑招。主攻就是现在，上吧！下一刻，游云剑法陡然发动，仅是一击就解决了数名高手。但谁曾想，这一击却还是被为首男子给挡了下来。因为刚才剧烈的消耗导致武魂的力量急剧衰减，所以无论是速度又或者力量都差了不少。而远处精疲力尽的徐姐也在多人的围攻下不断受到了新的伤害。见此情形，我果断甩开了面前的男人，朝着徐姐的方向狂奔而去。与此同时的徐姐因为一次偷袭被击倒在地，紧接着就有一名黑袍人高举长矛准备刀，但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赶上了，但强行催动全部力量也彻底结束了这次附体的事件。而一众黑袍人也是再度集结，再度围了上来。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我却突然叹了口气，不好意思，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我果断召唤出了刘禅为我提供了幸运，紧接着我消耗了全部的魂力，使出了技能组合抽取，而这次的组合卡牌分别是蜀国少主刘禅以及万人屠张飞。跟张飞、刘禅有关的大概率就是蜀国的猛将。下一刻，系统疯狂运转，漫天的卡牌再次出现，只见一张钻石级的卡牌赫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前。我抽到了赵云，成为了我的武魂。在武魂附体的状态下，我拥有了这位蜀国第一战力的全部能力。就在刚刚，我与徐姐遭遇了魔界公会的围攻，在诸葛惠美的附体下，我们并没能逃脱出对方的包围，不得已我只能依靠着刘禅和张飞释放出了组合抽，而我则是十分幸运的抽到了钻石卡牌。眼见我的气势瞬间飙升，为首的黑袍人立即吩咐手下对我发射了远处技能。看着漫天的剑雨，徐姐顿时呆愣在了原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把长枪挡下了最先落下的攻击，紧接着我的身影突然出现，瞬间便挡下了全部的攻击。万兵之王已完美的重现了古代兵器的威力，触发武魂技能守护，在守护某人的战斗中属性值将会得到提升。下一刻，赵云赵子龙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在他的加持下，强大的能量瞬间迸发。看着面前不断朝我杀来的黑袍人，我瞬间便转换了防守策略，毕竟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只见我猛地踏击地面，迅速朝着前方冲了出去，顷
顷刻间，沿途的黑袍人就在我长枪下死伤无数，但怎奈何对方人数众多，很快就有新的黑袍人围了上来。你是真想死啊？竟敢主动冲进敌人的阵营，给我杀了他！闻言的我并未回应，只见我先是吐出了一口浊气，随即使用了赵云的成名绝技崩闪龙爪旋风，霎时间一道强大的能量风暴瞬间席卷了众人。紧接着我又朝着漩涡内接连捅出了数枪，下一刻漩涡内便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随着烟尘散去，先前那个领头的黑袍男子一脸不可置信的神情跌坐在地，只见他身前的地面被这一击斩出了数道深邃的沟渠，但我的攻势却并没有因为此招结束，远处再次发生了爆炸，我手持长枪不断屠戮着身边的黑袍人。见此情形，为首的男子瞬间便做出了决策，毕竟那位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杀死徐姐，而我这个异端并不在任务之内。在男子的指挥下，剩余的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远处精疲力竭的徐姐。好在我提前便预料到了这一情况，并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徐姐身前，紧接着一把扛起了徐姐，朝着远处奔袭而去。由于此时要单手战斗了，比起长枪用剑显然更为方便，下一刻长枪便幻化成了有概率无视对方防御的青红剑。此刻的我仿佛当年的赵云与刘禅一般，可这群疯子即使被长剑贯穿身体，却依旧想要朝我们扑来。见此情形，身经百战的赵云给予了我一个建议：主攻，将他抛到空中，吸引敌人的注意，如何？闻言的我在观察了一番四周后，采用了这个建议。徐姐，请稍微忍耐一下。言罢，我就一把将他跑到了空中。此举一出，瞬间便令所有的黑袍人抬头望了过去。见状，我兴奋地表示：很好，就这样都给我把脖子抬好了。顷刻间，我便借此机会斩杀了在场所有的黑袍人。看着面前轰然倒地的尸体，我缓缓伸出了双手。下一刻，徐姐从空中猛地砸在了我的怀中。眼见事情结束，赵云便先行告退了，而我也随之获得了强大的属性以及全新的技能虎跑技。看着满地的尸体，徐姐在震惊之余向我询问到有没有留个活口，而我则是朝向旁边指了指。只见先前威风凛凛的黑袍人首领此刻已被我打昏当场。结合了这次情况，我与徐姐做起了交流，毕竟她头顶请求救援的对话框依旧没有消失。从她口中，我意外得知，这一切竟然是他们猎人协会管理层内部出了问题。她真诚地邀请我再次动用真理圣女的能力帮她找出内鬼，而我则是考虑到任务并没有完成，当即便拍着胸脯答应了下来。很快，我便与徐姐一起来到了猎人协会内部。只见她将全部的管理人员都召集到了一间会议室之中，她就将今天晚上碰到的事件完完全全的复述了一遍。紧接着，她又向众人介绍了我这个救命恩人，她以证人的身份让我参与了这次会议。你今天将大家都召集过了，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吗？闻言的徐姐当即就回应此人：此时我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将这里隐藏的内鬼揪出来。如果你拥有了让人必须要说真话的技能，你会问女朋友一些什么问题？是她谈过几个对象，还是单身21年的我则是依靠着这项能力审讯起了内鬼？就在刚刚，徐姐向我说明了工会管理层内部有奸细的事情。考虑到紫色危险胶囊尚未结束的情况，我也是同意了帮她找内鬼的请求。首先，在我的要求下，她将所有管理层的人员都聚集到了一个会议室中。紧接着，她按照我们事先讨论好说出了那3个诡异的要求。我有办法揪出内鬼，但是在此之前，大家需要答应我3个要求。闻言的一众高层虽然疑惑，但为了能够尽快抓出内鬼，他们皆是同意了徐姐的要求。首先，请各位当众发誓，绝不会对外泄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召唤出了真理圣女前来作证。闻言的真理圣女瞬间发动了技能沉默的誓言，在指定的空间内，任何亲口发誓的人都将被强制沉默对此相关的事件。其次，请允许我对各位使用技能，我保证不会害在座的任人。听闻此言，立即有人表示了抗议，他想要提前知道使用的技能，但谁曾想下一刻，徐姐的师傅张哲山猛地起身：一群胆小鬼，你们在怕什么？如果徐向西做出任何有害于大家的行为，我制动辞职谢罪。紧接着，在会长带头同意后，众人不得已都只能同意了这一请求。见此情形，我长呼了一口气，总算是满足发动技能的所有前提条件了。只见我背后的真理圣女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虚幻的空间，下一刻，技能真实之屋瞬间便笼罩了整间屋子。在得到我的回应后，徐姐当即便说出了最后一个要求：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最后一个要求很简单，各位只需要亲口说出我不是内鬼就好了。闻言的会长先带头说了起来，紧接着是张哲山。很快，在场的众人便一一都说出了这句话，除了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子，却始终没有开口，并不是他不想开口，而是因为他想要说谎，被真理圣女捂住了嘴巴。见此情形，徐姐第一时间来到了此人面前：别挣扎了，在此刻的领域下，假话是说不出口的。此人正是掌控着猎人工会绝大多数情报的情报部主管。眼见身份暴露，男子也是不装了，真是令人无语。没想到你还拥有这样不像话的技能。下一刻，男子从口袋中抽出了一支伸长版的钢笔，随即突然抱起，朝着徐姐便猛地刺了过去。好在徐姐的老师张哲山及时出现，一掌打翻了男子。在足足2分半的暴打后，我的面前总算是跳出了系统的提示：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紧接着就见我无力的跌坐在了身后的板凳之上。先前的战斗已经消耗了我浑身大半的力量，不足以让我召唤真理圣女了。但徐姐却递给了我一枚戒指，这枚不起眼的戒指竟然提升了我2点魔力值。多亏了这至关重要的2点魔力，我才召唤出了武魂。眼见事情结束，真理圣女杰娜便打算朝我辞别，但我却叫住了她，趁机问出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你的技能真是太酷了！可为什么这开挂般的技能却只被定义为了金色卡牌呀？这起码也是钻石级别的能力了吧？但谁曾想，闻言杰娜却连忙摇头表示，这几次都是你运气好。在我释放真理之屋的时候，我无法阻止任何人提问，也就是说，你的敌人也可以借此机会审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死吗？因为当年我在发动技能的时候，朋友问了我一句我是不是魔女，我因为技能没办法否定，所以就被当场拉到了火刑场。而我隔空对话的举动很快就被一旁的会长给发现了异常。与此同时的魔界工会第一时间就收到了高层被捕的消息，不仅如此，派出去的战斗组成员全军覆没的消息也传了回来。闻言，在场的众人顿时嘈杂了起来，毕竟他们派人去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出现战力误差的情况，并且他们也是提前就做好了准备，协会不可能第一时间支援到他。很快他们便依靠着强大的魔法再现了当时的场景。由于离得太远，没办法确认长相，但是这神乎其神的剑术和枪术把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一个人。这个男人掌控着世间的因果之力，他依靠着这神乎其神的技能笼络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恶人工会。工会中每一位成员对他的崇拜都达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其中一位成员仅只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遭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敌视，其中更有胜者不由分说便是怒下杀手。今天他们聚集在此，正是因为他们潜伏在猎人工会高层被捕。不仅如此，这次行动还让他们失去了全部战斗组的成员，而这一切的矛头都指到了一个人身上，此人正是多次破坏他们行动的我。香橙，我一定会用你的性命来洗刷我的耻辱，并夺回那位对我的信。与此同时的我正在接受猎人工会会长的接见。香橙先生，刚才那个真实之屋的技能应该是您的技能吧？毕竟的技能会受到天赋的影响，像徐组长这种突击型战士显然不匹配。但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毕竟多亏了您徐组长才幸免于难。不仅如此，您还帮我们顺利找出了组长的内部。我代表猎人协会对您由衷表示感谢。看着面前鞠躬的会长，我赶忙伸手搀扶，此举刚好露出了徐姐借我的戒指。见到此物的会长顿时大惊，这不是工会的。没等他说完，我赶忙便想要脱下手中的戒指，但谁曾想会长却制止了我的这一举动。如果您喜欢这个戒指，就当是这次事件的谢礼送你吧，刚好可以让它作为我们协会与您友好的象征。看着面前伸出的手，我一把握了上去，那就请您多多指教了。在简单与工会众人客套了片刻后，我第一时间赶回了家。只见一位少女正端坐于我的家中细品着茶水。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想要奖励了。一旁的我顿时慌乱了起来，我不知道您会在家等我。闻言的少女向我解释起了为何。原来她作为真宇宙的观察者，在地球的每一秒都会消耗宇宙能量，而我也是借此机会问起了始终的困惑，为何你们不惜给我巨大的奖励，也要我处理危机情报的理由是什么？但谁曾想少女在愣神片刻后，只回了我一句我还不够格，并表示如果我想要知道更多，就必须尽快变强，留给我的时间可不多了。但好在除了这些让人扫兴的消息外，她还给我了自主制定技能的特权。闻言的我赶忙斥责起了先前那个消耗本身属性抽奖的技能。虽然这一技能在危机关头救了我好几次，但次结束后都会让我心疼不已。闻言的少女在思索片刻后同意了我的请求。下一刻，她的手中赫然出现了一颗光球，随着她将光球高高抛起，只见张飞和吕布突然从我体内窜出。这一技能名叫双重召唤，顾名思义，你可以通过抽缘分使两位人物同时附身到您的身上。闻言的我顿时惊掉了下巴，那岂不是说我可以一手持着方天画戟，一手持着丈八蛇矛进行战斗呢？但下一刻我好似想到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身体，那我会获得哪位武魂的能力值呢？最好的情况下当然是将两个人的能力合二为一，但会不会强得太离谱了？少女很快就对此做出了解释，系统将会取两位能力值高的成为你的属性，不仅如此，你还将同时获得两位人物的天赋，比如说一个人物有2级剑术和1级枪术，而另一位人物的天赋是2级攻术和1级枪术，那么我将获得2级的剑术、2级的攻术以及1级的枪术。按照他的意思，我只要不停的召唤，那就可以获得无数的天赋和技能。若是能将丁若莲老先生的发明创造等天赋作为基础，再加上刘禅的强运，那说不定打造出的每一件物品都将会是极品。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太酷了！哪知下一刻，少女却突然叫醒了正在歪歪的我。双重附身这一技能需要消耗大量魔力，你需要使一位人物先附身后才能发动这一技能，紧接着你还需要再进行2次抽取，也就是说你需要消耗3重魔力。听到这，请问你还想接受这项能力作为奖励吗？而一旁的我显然并没有因此打退堂。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少女手中突然出现了一颗金色的法球，下一刻金色法球被瞬间挥出，并被一把砸入了我的体内。恭喜宿主香橙已经习得技能双重附身，顺便再附赠你一句吧，你只管开挂，真宇宙永远是你最硬的后台。我的技能武魂觉醒产生了异变，进化成了可以同时召唤2位武魂的双重抽取。在这一能力的加持下，我将获得2位武魂全部的属性和能力。但觉醒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新的危机。这天，我一如既往的来到了之前游戏发烧友的家中，与他展开了竞技。可有着游戏天赋2级的我，却始终被面前的少年吊打。一问下才知道，这些年未曾交际，他竟然觉醒了3级的游戏天赋。要知道，但凡一个技能觉醒到3级，都将产生质变，而他更是依靠着这一能力，成功晋级到了全球7位 SS 级猎人的其中一位。闻言的我顿时大惊，好在
在小海待人和善，尤其是对我这个游戏打得好的伙伴丝毫没有架子。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好奇地询问起了摆在客厅中的这个奇怪的装置，但说时迟那时快，没等小海解释，机器便自主运转了起来。下一刻，强大的电磁网瞬间便充斥了整个机器。只见一个满头金发的脑袋突然从中钻了出来，本大忙人可是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亲自找你玩了，还不快去给本大小姐找点好吃的。没等他说完，小海便突然暴起，我之前不是说过来我家之前打声招呼吗？但很显然少女并没有听进去，而是把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见状，小海立马向双方互相做起了介绍。很快我便被少女的身份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人乃是暗国的 SS 级猎人艾琳。他不仅开发出了虚拟魔力装置和地牢封锁系统，就连现在每位玩家所用的系统装置都是由他创造的，而这也让他成功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此刻却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并且主动朝我伸出了手。但谁曾想，随着我礼貌性的伸手，却引发了一个新的意外。相成，你这个手镯是出自宝藏的劳力的吧？一旁闻言的小海也是大惊，而我也是赶忙对他释放出了探查技能。只见一道道防窥的装备瞬间便抵挡住了我的探查，足足用了半晌的功夫，我才成功看透他的能力。他足足拥有着17种天赋，称他为天才觉醒者真是一点不为过。眼见我们之间不断互相的试探，小海赶忙过来打起了圆场。相成先生，他并没有敌意。艾丽可以解析世界上所有物品的结构和材料，但是唯有2件物品就连他也无法解析，那就是出自于宝藏地牢的青龙偃月刀和王者之剑。可在今天他又一次看见了自己无法解析的物品，所有当即他便认定你的手镯出自宝藏地牢。想必你应该对宝藏地牢也有所了解，异族是真实存在的，但根据我们的推测发现，地球上有人以某种代价对异界进行了委托，而委托的任务是让异族消灭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闻言的我顿时大惊，当即就把矛头指向了魔界工会的教主。但谁曾想小海却否定了这个猜想。目前地球上出现的地下城在异界不过也就相当于异界的侦察部队罢了。近期越来越多的猎人汇报，地下城内怪物们的智商越来越高了，照这样下去，未来肯定会出现更多更强大且更聪明的怪物。当前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接受委托入侵地球的异族和宝藏地牢内的异族属于不同的派系。为了能够与他们成为友军，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够拥有这种宝藏，说明你的潜力已经得到了异族的认可，就像其他宝藏的主人一样，你至少可以成为 SS 级猎人，甚至你还有机会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我们想要竭尽一切培养你。目前我们尚有能力抵御异族的入侵，但是未来如果有一些更加强大的怪物，又或者异族入侵地球，那时就只能麻烦你加以援手了。一旁的首富艾琳也是拍着胸脯表示，在此期间任何的需求他都会满足我。至此我又拥有了2个强大的后台。与此同时，地球的上空中出现着一个黑洞，只见里面满是监督着地球上一举一动的异族，而时刻守护着我的神秘少女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一情况。看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呀，相成。这枚戒指能够帮我做对一切选择，只因其中有着幸运女神作为器灵，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一次试炼。那天我照常带着妹妹和小壮2人攻略地下城，但怎奈何这次地下城的魔兽异常凶猛，仅是一击便将小帅的盾牌从中打碎了开来。见状的妹妹一跃而起，对着怪物就是一顿输出。眼见形势一片大好，可意外却突然发生了。只见一根藤条突然向妹妹袭了过来，好在我及时出现挡下了这一击，但我的肩甲却在这一击下破碎了开来。见状的妹妹顿时暴起，随即便将全部的力量汇集于手中，狠狠砸了下去。与此同时，我也手持着方天画戟一跃而起，随着我一戟狠狠的刺下，3人小队有惊无险的成功通过了地下城。感受着空落落的肩膀，我当即便做下了一个决定。只见我喊住了一旁愣神的2人，我们一起去购物吧。十分凑巧，今天刚好是商店大促，琳琅满目的商品顿时让我们3人看傻了眼。出于女孩子的天性，妹妹很快就独自一人采购去。正当我打算和小壮一起去逛一逛防具商店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的呼喊声却吸引了我的注意。怎么我刚才挑选了那么多，连一个好东西都没有？看着一脸懵的我，小壮立马帮我解惑了起来。一看他就是去捡漏店捡漏去。捡漏店里廉价出手未鉴定过的装备，里面虽然多半比较劣质，但偶尔也会出现神器。成哥，你也去碰碰运气吗？闻言的我顿时灵光一现，对于拥有探查技能的我来说，捡漏店完全可以用天堂来形容。想到这，我当即便辞别了小壮，独自一人来到了捡漏店之中。很快我就选中了一双样貌极其威武的护盾，但随着观察技能发动，我才发现这不过就是一个装饰品罢了。如果像这样不断观察这些垃圾，我的灵力显然是不够用的。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耳边却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请将我从这里带出去吧。闻言的我赶忙随着声音寻了过去。当我路过一个不起眼的木箱时，那道声音再度出现：快停下，快看旁边的戒指，戒指！闻言的我当即便蹲了下来。下一刻，那道神秘的声音突然惊呼了起来：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在得到我肯定的回应后，戒指突然震动了起来。只见一只小精灵瞬间便从戒指中窜了出来。终于见到伟大的存在了，我叫艾克西亚，是金龙大人打造的13大神器之一。闻言的我顿时错愕了起来，毕竟这个世界上从没出现过这种道具。你说的伟大的存在是什么意思？一旁的精灵兴奋地向我解释了起来。原来他
他把我错当成了创造他的龙族，并把解除封印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在听完他的介绍后，也是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作为回报，他主动向我提出了帮我淘装备。很快，我便将一大包的装备搬到了收银台。看着这大量的装备，我也是不禁问起了艾克西亚是否有宝，但他却说出了一句让我匪夷所思的话：“你放心，我对此有强烈的感觉。”片刻之后的大厅内，小壮和妹妹都不禁为身上的装备赞叹了起来。能给队员挑装备的队长只有大哥你了。只见此时的我红着眼，并未回应。在简单敷衍走他们后，我才回过神来，原来就在刚刚，我在艾克西亚的注视下掏出了淘购来的装备。很多明明外表十分普通甚至破旧，但随着我探查技能的发动，我惊讶地发现这一项奇怪的装备竟然大多都有着增益属性，但也有着小部分的装备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而这正是因为他此时此刻的等级限制了他的力量。想到这的我再次召唤出了艾克西亚，并再次发动了探查技能。下一刻系统便传来了提示，您已感知到了预知的艾克西亚的封印。随着我破译能力的发动，下一秒我便成功的破除了封印。但谁曾想系统却在片刻之后再次传来了提示，您已感知到了第2阶段的封印。在我拼尽全力的破译下，我成功破除了第2阶段的封印。可就在这时，系统却再次传来了让我绝望的提示，